油尽灯枯，直接趴窝在了基层，转向助力瞬间没有了。非得让静美把问题给找出来，才知道亡羊补牢。曝光的问题再多，最终还是会被理想的销量捷报打脸。车越用越润，完全没有动力衰减的迹象。纯电驱动下称得上是图书馆级安静。所以 L9 的命运究竟是先抑后扬，还是先抑再抑呢？欢迎收看第2季真实万公里长测，我是楚少。本期呢是理想 L9 的专场，这就是销冠的牌面。随着理想 L 系列的热卖啊，车圈出现了一道奇观，原来销量呢都是按月统计的，每个月抽同行一回大嘴巴。现在理想给变成按周统计了，每周抽一回大嘴巴。照这个畅销趋势，按天统计，我们同事有段话啊，总结的特别到位，我就直接引用了。他说：“理想的大卖说明，工程师思维被用户思维打脸了，用户关心技术被用户关心体验打脸了，我造什么你买什么被你要什么我造什么打脸了，增程是落后技术被增程是时下最实用的技术打脸了，性价比高就是绝对便宜被性价比高可以相对便宜打脸了，总之就是教条主义被辩证唯物主义打脸了。”所以这期节目的结论还重要吗？反正真实万公里长测里曝光的问题再多，最终还是会被理想的销量捷报打脸。可虽然楚少拦不住大家买，但该履行的媒体责任呢还是要履行。如果您问我 L9 这10万公里的表现如何，毛病多吗？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它出故障的频率不敢说跟公关部发销量榜一样勤啊，但也是不相上下了。不信您就继续往下看。这部 L9 啊，我们买的是22款 Max 版，全系呢就这一个配置，也省去了对比纠结，指导价45.98万。买车的过程呢，就像在电商上买东西一样简单，明码标价 ，App 下定，交付中心提车。除了车价外呢，只有7207.19元的保险费用，落地一共46万7。新车一提呢，我们马上将它送去了环境舱做车内空气质量检测。这项测试对 L9 这部国民奶爸车来说太重要了，毕竟一家老小的健康全系于此。另外 L9 为了填鸭式满足用户对配置的需求啊，车内有大量饰板和皮具，势必会用到不少粘合剂。如果选材不慎呢，就会成为本类醛类物质的重灾区。所以这500万以内最能吹的家用 SUV 究竟表现怎么样呢？先来看国标空气质量检测，它模拟的是车辆隔夜停放，您第2天拉门上车时，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状况。这项测试呢有明确的推荐值标准。L9 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中规中矩，5本3全的系数量啊均在国标推荐值以内，基本能令人放心。可如果和第2季这小20辆参测车横比的话，明显吹值不高。比如甲苯含量排整季倒数第5，二甲苯排倒数第4，乙苯排倒数第3，只有甲醛的控制做得不错，能排在正数第4。那再来看 ISO 空气质量检测，它模拟的是经过高温暴晒后车内的空气质量。由于不同的内饰颜色，哪怕经过相同时长的照灯炙烤啊，车内温度也无法做到统一，所以这项测试呢是没有推荐值标准的。但我们可以将测过的车型数据进行横向比较。本类物质系数量呢还是 L9 的老大难问题，甲苯、乙苯浓度偏高，只排在整季车型里的倒数第5。不过高温 TVOC 和常温 TVOC 的表现过硬，一个排整季正数第2，一个排正数第5。给没看过前几期长测的兄弟多解释一嘴啊 ，TVOC 指的是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甲醛依旧跟国标测试一样表现不错，系数量较低，能排到参测车型中的正数第3。虽然车内空气质量整体称不上惊艳，但相比同样定位家用且同样主打配置丰富豪华的蔚来，那还是理想的起居室更令人安心。了解完空气质量，接下来呢该汇报 L9 10万公里使用性能变化情况了。
在3000公里磨合期后，我们会做新车状态的性能测试，之后分别在5万和10万2个里程点，再在相同的场地做2次性能测试。每次测试前呢，我们都会给 L9 4轮换新胎，消除因轮胎磨损而可能出现的测试变量。L9 使用的呢是规格为26545R21的米其林 PS4 SUV 轮胎。由于这款原厂胎里带静音海绵，且尺寸规格较为特殊，一般轮胎店呢是少有备货，预定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单条价格为1750元。由于赶着测试，我们也就只好从维保中心进行更换了，单条价格就达到了2488元，4轮更换呢要小1万，成本还是挺高的。先来看加速性能，新车负电状态下 ，L9 做出了最快破百用时5.58秒的成绩。虽然和5.3秒的标称数据小有差距，但对奶爸们绝大多数的通勤场景来说呢，已经够用了。5万和10万公里的测试中呢，或许是车越用越润，或者是场地、天气等环境条件的变化加速性能还越来越好，完全没有动力衰减的迹象。这种越磨越润、越用越好的状态呢，还延续到了制动表现上。新车状态 L9 100公里每小时全力刹停的最短距离为35.61米，6次平均37.04米，稍微有一点点热衰。但对于自重超过2.5吨的公路坦克来说，这样的刹车表现很能服众了。在5万和10万公里的测试中呢 ，L9 最优刹停成绩均在35米区间，平均刹停在36米区间，甚至比新车状态还要优秀一些。说明只要正常对制动总成进行保养维护，那 L9 制动能力不会因里程增加而衰减。继续看车舱静谧性表现，我们分别在纯电和增程器启动发电2种工况下做了噪音测试。新车以及5万、10万公里测得的数据呢，我们直接贴在公屏上了。有2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纯电驱动下的 L9 完全称得上是图书馆级安静，这种耳朵能听到的高级感就很戳人。另外 ，L 系列上全新换装的 1.5T 4缸增程器，无论是噪音控制还是震动抑制，都绝非理想 ONE 上那部 1.2T 3缸增程器可同日而语的。不得不佩服创始人这种只做对的事儿，根本不在意在老车主的心上用力的开一枪的决断力。在我心上。测试环节的最后一项呢，是车身覆盖件间隙面差测试。我们测量了车身左右对称的20个缝隙点后呢，得到 L9 新车状态左右缝隙平均差值为0.487毫米。这制造工艺一致性可以说被同价位的蔚来和智己虐成渣渣，但相比理想 ONE 0.688毫米的成绩呢，倒是长进了不少。再来看行驶5万公里后车身的形变情况。左右两侧缝隙平均形变量分别为0.189和0.132毫米。10万公里长测结束后，两项数据最终定格为0.289和0.221毫米。虽然和蔚来 1.7 相比呢，还是云泥有别，但相较前作仍是进步显著。要知道，理想 ONE 在经过10万公里使用后左右两侧缝隙平均形变了0.465和0.501毫米。接下来楚少呢该报报账了，统计一下理想 L9 10万公里使用产生的加油和保养花费。先说油费，除了新车和5万、10万共3次性能测试，我们给 L9 充满过电之外呢，其他时间为了赶里程进度都是纯把它当油车开，从不充电的。所以得出的用车花费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充电条件的车主们参考意义较大。这部 L9 行驶10万公里，共加注95号汽油9086.31升，油费累计支出77035.2元，折合呢7毛7一公里，长测平均油耗为9.08升每百公里。总有网友嘲笑理想是100公里10个油的绿牌车，你们真是小黑子呀！人家明明只是9个油的绿牌车。再来看保养方面，增程混动车和纯油或者纯电车不同，它没有明确的整车保养间隔，啥时候保养全听车机提示。10万公里的使用呢，累计保养了11次，且由于这部 L9 呢没有免费首保，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花钱了。8万公里之前L9 的保养呢，相对规律的分为 A 保和 B 保。A 保项目是更换机油和机滤，材料价格709，工时费90，合计799元。B 保在 A 保的基础上呢，再增加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更换，
材料1023，工时144，加起来呢是1167元。在行驶里程达到43011公里的时候，也就是第4次进店保养的时候啊，还会在必保的基础上增加更换火花塞的项目。这个必加保的价格呢是1561元，也是10万公里中最贵的一次保养。8万公里之后呢，就没有那么规律了，保养提示啊也变得异常频繁，项目呢也极其分散。80177公里，车机让更换前减速器油和制动液。84451公里，车机说你去换个空调滤芯儿。87174公里来了一次 B 加级规格的保养，只不过这次呢没换空调滤芯儿。99491公里，最后再做了一回 A 保。由于长测啊是马不停蹄，里程增长飞速，我们最高纪录3个礼拜内去了3次维保中心，这也忒频了。当然，像 L9 车主这样的成功人士们，最贵的就是时间，所以您可以在 App 上下单代驾帮您接送车。只是优质的服务呢，也早已标好了价格，您得花1399元购买车主服务包才能由此享受。总之 ，L9 这11次付费保养累计10181元，折合每1万公里在保养上的支出呢是1018.1元，和同级别油车比肯定不算贵。而且 L9 的用车花费啊，用个不恰当的成语形容，真的是丰俭由人。如果您固定车位停着，加充桩充着，增程器基本不咋工作的情况下，用车花费肯定比我们这个要省得多。让兄弟们久等了，接下来便是正片环节，理想 L9 10万公里长测的故障汇报。作为一款把流量玩明白了的车型，太懂我们要什么了。出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虽迟但到，可能兄弟们在短视频上刷到过。毕竟当时上了热门，还引发了不少车圈大 V 争相发表意见。这就是理想 L9 麋鹿测试转向助力失效门。怎么？车没有助力了。它这个好像不是，它是一下有一下没有那感觉。不是，它是你短的有，长的就没有了。当时随着车手急打方向变道啊 ，L9 转向助力瞬间没有了。本来麋鹿模拟的就是千钧一发的避障操作，结果 L9 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给驾驶员加上了1000斤重担。如果事发不是在封闭的测试场，而是在路口、在国道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助力失效门在网上的发酵也引得理想方面的工程师呢跟我们约了线下诊断。结论是电动转向机底层程序有 bug， 需要系统升级才能解决这个故障。那咱就想问，如此重要的零部件还存在漏洞呢，你们就敢开卖啊？另外，您家创始人也是汽车媒体出身 ，L9 上市前就不能内部先做麋鹿测试吗？非得让静美把问题给找出来，才知道亡羊补牢。里程来到11000公里 ，L9 驾驶员侧玻璃升降开始出现间歇性异响。如果说这还只是装配工艺问题的话，那23000公里 L9 就出现了第一次零件损坏。当时长测司机呢，以为今天只是平凡的一天，在日常跑里程，突然就接到了来自理想的客服电话，表示后台显示啊，您的车辆系统增程器控制电脑软件版本报错了，极端情况呢会造成车辆无法使用，建议立即停车并等待救援。客服电话里是疾风骤雨，但这部 L9 呢却阳光明媚。要知道前一天啊，他才刚刚完成常规保养，并将车机系统升级到了 4.1.1。我们猜测呢，可能是 OTA 升级后啊出现了适配的问题，结果进店一检查，还真的有硬件损坏了。画面中这个蓝色的小东西叫水温传感器，正是它坏了引发的后台警报。更换之后呢，故障解决。行驶里程来到42000公里 ，L9 遭遇了它车身中最丢脸的一次故障。当时呢，为了庆祝一车超级评测体系的发布啊，近100款车齐聚八达岭机场，要拍摄一场浩浩汤汤的方阵视频。由于拍摄时间呢是去年12月底，天寒地冻，每部车啊都是打开暖风原地待命的状态。L9 电量呢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消耗着，但电量殆尽之前，增程器并未及时启动为电池充电，导致 L9 油尽灯枯，直接趴窝在了机场跑道上。而且更抓马的是，他的兄弟 L8 也因为相同的问题趴在了另一处。L8 也趴窝了，想趴窝。
后面根本看不上了。两部理想啊，就在近100款车型面前变成了2坨路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翻1月10号上线的那期视频，你们会惊喜的发现，方阵集结时有理想，但一旦队伍开拔，画面里就没有理想了。哎，简直是窝头翻个现大眼了啊！相同的问题呢，这部 L9 在49000公里时来了个没开2度，也是电量耗尽，增程器就是不自动启动导致的趴窝。我相信这个问题啊，一定不光我们遇到了，很多 L 系列的车主应该都遇到了。所以在4.2.0的 OTA 升级包里呢，多了低电量警告提示功能。如果电量即将耗尽，驾驶员可以踩制动踏板启动增程器来充电，否则车辆呢也会在10分钟之后啊自动关闭电源，保证下一次能上电启动。可以说，理想查漏补缺的速度确实是挺快的，但这么明显的 bug 不应该在上市前就先解决好吗？里程继续来到62000公里 ，L9 右后电吸门开始偶发轻微异响。但行驶里程来到7万公里时呢 ，L9 哪怕行驶在铺装质量极佳的柏油路上，右后门也会出现嘎吱嘎吱的响声，且从偶发变成了频发。如果看过理想ONE长测的兄弟就一定知道，车门异响呢可以说是他们家的遗传病了。所以维保技师啊也是轻车熟路，给我们更换了车门密封条后，异响消失。当我们给 L9 做87000公里保养时呢，技师免费在第3排座椅下方的控制模块上给安装了一块黑色挡水盖板。这个事儿的渊源，哪怕您不怎么关注理想，也应该听说过吧？毕竟一泡童子尿撂倒了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的新闻还是挺火的。我真的要颁给理想补丁大师的称号啊！先把一辆半成品推向市场，再一路查漏补缺打怪升级。虽说对所有 bug 的响应速度啊是真的快，但还是那句话，有些功课咱就不能做到交付前吗？当行驶里程来到99800公里，就差200公里就能成功上岸了 ，L9 又出故障了。时速100以上踩刹车呢，方向盘会出现明显的抖动。进店检查结果啊，是前制动盘表面凹凸不平导致的。至于前盘为啥会瓢了，我们推测应该是刹车盘制造工艺缺陷，材料硬度不均匀造成的。好在问题发生在出质保之前，店里免费给做了更换。如果是自费的话，那1390元一对的前盘换起来也是有点肉疼啊。以上就是理想 L9 在10万公里使用中出现的故障汇总。感觉如果长测继续下去啊 ，L9 还能层出不穷的有新问题。下集中呢，我们将对它进行拆解。要知道，理想ONE的长测在上集基本平稳度过的情况下，下集却拆出了增程器渗油、锈蚀、积碳严重等一大堆问题。所以 L9 的命运究竟是先抑后扬，还是先抑再抑呢？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如果能再给我们个1键3连，就再感谢不过了。我是楚少，咱下期再见。